魏无羡听了之后也是一阵错愕，他不知道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他现在有些怕回到那具躺在病床上、脸色苍白的身体里，生怕自己一睁开眼睛就是一片漆黑。但是他并没有像蓝忘机那么大的反应。魏无羡站在蓝忘机的面前，看着眼前的人浑身颤抖，双手紧紧地握成拳。他也没有在意身上的校服脏成什么样，也没有管手上大大小小的伤口。他低下头，用刘海遮住了灰尘都无法蒙蔽的俊美脸庞，一双通红的眼睛中写满了后悔和愧疚，就差他靠着墙蹲下来抱头痛哭。魏无羡一时间心情也复杂得很，他知道蓝忘机不会看到他，也不会感受到他，所以他放开了胆子，几步上前，一只手包裹着蓝忘机的手，另一只手则抱着他，把自己的头垫在了蓝忘机的肩头，感受着他颤抖的身体。蓝湛，这事不怪你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别再自责了。魏无羡轻轻地笑了一声，亲昵般地蹭了蹭蓝忘机的脸颊。如果我真的看不见了，到时候就可以不用写作业了，反而轻松了不少呢。只不过体育课就有点可惜了，上次让你来一起打篮球也不肯来，非要坐在一边坐着。现在好了，你身边要是多了一个我，是不是就不会孤独了？话说回来，等放学的时候你可要好好的把我送回家呀。不用帮我做饭，我向来吃方便面和面包，那技术绝对是闭着眼睛都能吃得香的，就是要麻烦我们亲爱的班长大人绕点远路了。最后说着说着，魏无羡都觉得自己的嗓子哽咽的说不出话来。他也知道现在只有浑实的他是哭不出来的，说什么做什么也不会有人感觉到。与其醒来之后发疯，魏无羡觉得现在趁着没人听见，干脆说个痛快，哭得痛快。蓝忘机动了动，他抬起了头，魏无羡也就放开了他。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，他知道自己快要醒过来。在这最后，魏无羡笑着双手抱住了蓝忘机，笑道：蓝湛，谢谢你，还有对不起。虽然说了很多的话宣泄一下，但要他接受看不见的事实还是有些勉强。魏无羡睁开眼的第一时间，心就已经凉了。真的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蓝忘机看见魏无羡醒来之后，生怕他说一句天怎么这么黑，蓝湛，帮忙开一下灯这种类似的话语，他急忙坐到床边，想要问魏无羡能不能看得见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但是话到嘴边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魏无羡知道蓝忘机刚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他只是笑了笑，说道：蓝湛，是你把我救出来的。蓝忘机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然而魏无羡什么都看不见，但他大抵知道蓝忘机肯定又是点头摇头。他笑眯眯地看向蓝忘机坐的地方，说道：嘿嘿，谢谢啦兄弟，不过嘛，你既然救了我，我也没什么可报答的，以后就以身相许吧。魏无羡顿了一下，说道：话说，蓝湛，你身上的衣服都变成一张大花脸了，明天还要上课呢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休息，跟家里报个平安。见魏无羡一醒来就开始调笑他，蓝忘机有些生气之余，还有一丝庆幸。庆幸魏无羡没有伤到眼睛，情绪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，剩下的就是把身上其他的伤养好，就可以回到学校，继续他们的校园生活。魏无羡摆了摆手，道：不用担心我，我好得很，不就是腿摔到了吗？不妨事，一对拐杖或者一辆轮椅就解决所有问题。蓝忘机还在犹豫不决，他感觉到魏无羡的样子有些不对劲，就像是在营地里突然躲着他，然而现在又开始和他说话聊天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但他还是什么话都没说。不管怎么样，目前应该让魏无羡多休息休息，养好伤要紧。好，我明天再来。魏无羡笑着对他挥了挥手，好啊，记得多看点我们班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过来的时候跟我说说，我倒要看看那几个猴崽子被吓成什么样。蓝忘机神色复杂地看了魏无羡一眼，终是关上了病房的门。感觉到病房里安静无比，身边仪器的声音都觉得很是刺耳。魏无羡木讷地坐在病床上，眼睛毫无神采地看着面前的白色棉被。空调的温度被某人调高之后，魏无羡还是觉得身体怎么捂都捂不暖，身体还在微微的颤抖。他死死地抓着身上的被子，终于把脸埋了进去。从被子的缝隙中传来了一丝丝抽泣的声音。
回到家的蓝忘机把事情的经过跟蓝启仁和蓝曦臣说了，他们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让他注意休息，时刻关注魏无羡的情况。蓝忘机也应了下来，他回到房间，脱下了自己身上脏得不成样子的衣服，他走进浴室，用冷水冲洗着身上的未褪去的疲惫，还试图冲去他离开病房时心中的哪一丝疑虑。等他出来的时候，蓝曦臣敲了敲房门，只见他拎着医药箱，笑道：忘机，你手上的伤先处理一下。蓝曦臣看着蓝忘机细心弄着手上的伤口，但他却知道蓝忘机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个上面。忘机，可有心事？兄长，我想带他回来，一直照顾他。蓝曦臣并不觉得意外，反而笑着看着蓝忘机，你和无羡之间的事情我与叔父说了，虽然他比较难以接受，但还是尊重你的意愿，这件事情你做决定就好。蓝曦臣看着蓝忘机那双有些暗淡的神色，在听到他的话之后瞬间点亮，手上的酒精棉也掉在了桌子上，耳边听着他略显激动的声音说多谢兄长时，蓝曦臣会心一笑，他拍了拍蓝忘机的肩头就走了出去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此刻的魏无羡正坐在病床上接受医生们的诊断，而门口站着一位一身紫衣的中年男子，同样一脸担忧地看着魏无羡，也等待着医生的答案。瞳孔对光毫无反应，要是想要进一步诊断，明天需要拍一张头部 CT 和 MRI， 看一下是神经是否受到损伤。江丰眠听着医生的建议，也就没说什么，只是让他们开单子。医生走后，病房里只剩下江丰眠和魏无羡两个人。阿羡，还有没有哪里觉得不舒服？魏无羡摇了摇头，道：没有。江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和江城那边怎么样？过得还好吗？他们一切安好，不必忧心他们。江丰眠看了一下时间，道：现在时间不早了，你先休息吧，明天早上陪你去检查。好啊，晚安江叔叔。现在魏无羡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睡觉，因为只有睡觉的时候，他才能够看到这世界，才能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。